大家好，我是曼大。这集呢，我们来分享要使用房贷存股套利之前几个入门的 Q&A。我一个学长知道我善用房贷存高股息的个股，用股利来缴房贷，目前整个计划运作也蛮顺的，暂时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那唯一的问题就是本金不够大，360万啊，怎么不是3600万？大概只有这种可惜的问题。于是学长呢也做了一些沙盘推演，准备趁股市频频创新高，没什么布局好机会的同时，先来做好完整的投资计划。做好计划之后，也试着在下一次股市回档的好机会中，善用房子这个闲置的资产，将资产活化起来。于是今天我就学长请教我这几个入门问题，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一起学习教学相长。学长的家人跟我家人一样，一听到要拿房子抵押贷款，就直接连结到房子会被拍卖，会被银行收走，就没有家可以住了，戒慎恐惧了。这个只能用妥善的计划，一步步跟家人来沟通，没有捷径。我进行360万房贷套利计划之前从2019年拟好计划之后，循序渐进，也跟家人商量了2年进行了多次沟通跟讨论，接着跟家人讲股市没有这么可怕了，先让家人接触股市，然后带进带出几个回合之后，家人开始相信只要选对好股票，投资确实可以带来收益。那历经2年多的努力之后，终于在2021年说服家人，在2021年的6月申请了720万的挂式房贷，20年期，当时的利率是 1.35%， 在2022年持续升息到现在，目前利率已经升息到 2.29%， 原本20年期的房贷最近也已经成功展延到30年期。我房贷系列的340万的来源是挂式增贷720万的一半。那当年财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所以预留了20万缴第一年的房贷。那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整个存股的过程，可以看我们存股套利实战的 EP1 到 EP3，大概看前3集就可以清楚整个全部的存股历程。那我在2021年选的2个方向，分别是美股的成长股，还有台股的高股息稳健股。那一个诉求是成长，一个诉求是稳定。美股布局目前硬吃入股约50万的亏损，那我入股只有存2档阿里巴巴跟陆金所。阿里巴巴现在已经回到正报酬，那陆金所目前是亏损70%，负50万左右。我的美股清单可以在2024投资总结的影片中找到完整的美股库存清单。那360万美股在这3年的获利硬是吃掉50万入股的亏损之后，还能有这个288万的报酬，确实是没有辜负我对成长股的期待。那台湾稳健的高股息股也因为2023年的亮丽表现，到今天为止也有260万左右的正报酬。那你有努力才有机会有成绩了。倘若遇到家人的反对意见就停止不前，那就没有今天我借了720万，然后带来548万未实现损益这样的成绩。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 Q&A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我验算看看正不正确这是学长提出来的。上次你提到房贷部分假设 2.3% 的贷款利息，如果贷500万30年有25年的吗？那这边有个迷思就代表学长还没有研究过这个房贷的年限其实越长越好了。
学长会问哦，有25年的吗？可能就是对年限的部分还没有研究过，暂时没弄清楚房贷年限其实越长越好。那因为我们存股啦，20年、30年的存股能40年是最棒的。那利率的部分呢，以房贷现况哦，我们假设贷款利率能贷2.4到2.5%可能会比较适合啦。那能贷30年就不要贷25年，其实年限越长，现金流的压力就越小。那换言之，要用股利缴房贷的金额就越小。不需要急着把本金还完了。其实有资金在股市滚雪球，只要选对赛道，比如0050、标普500、QQQ， 那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用高股息 ETF 也可以，但是要知道高股息长期是跑不赢市值型的，是牺牲部分的绩效来换稳定的股利现金流。那第二题哦，把拿来的500万拿去投资 ETF 00900，目前大约是13.56块一股，近来每月配息100元一张，年殖利率约7%，因此转投 ETF 每月的所得约为500万除以13560元一张，大概可以买到368张。每月 ETF 配息有368张乘以1张，每月100元，一个月是36800元。那这边要温馨提醒一下哦，配息的金额建议要评估安全边际，比如说我们再打个8折，因为股利是会随着你 ETF 的持股获利而波动，倘若市况不佳，那配息就会变少。所以打个8折 7% 打8折会落在 5.6%， 那高股息 ETF 如果长期在5到6% 左右或者是以上，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那以房贷30年 2.3% 为例，股利我算过，如果在 4.67% 以上，就可以用股利去缴房贷。那30年之后啊，其实你赚到这些股票，那房子也还是自己的，还有股票如果有增值也是我们赚到的。那第三题，每月房贷 2.3% 利息是500万乘以 2.3% 再除以12个月，一个月支出是9583元。那这里是有个问题，学长只有算利息，没有算本金。那房贷的摊还是本金加利息，500万如果是 2.3% 开办费假设1万块，抵押设定费假设6000，月付本息金额是19240，还有每年会有一个地震火险费用，大概2000元到2500，这个小钱啊，但是30年每年都要缴。那学长后面有提到本金摊还部分要并在这里一起考量。那第四题哦，就是净赚36800减掉9583等于27127元，所以每个月会多赚27000左右，一年就是乘以12个月会赚32.4万。那这边有一个提醒，股利超过2万哦，会扣二代健保费，是 2.11% 的二代健保费。今年00900的股利啊，我去查了，100%都是股利所得，所以是需要扣二代健保费的。那我们这边也补充一下哦，股利收益的组成，股利所得、利息所得跟其他所得都是要课税的。那收益平准金跟资本利得是免税的。那假设股利一张配100块，368张乘100块，再乘以 2.11% 的二代健保扣掉的话，就是36024元，减掉19240月缴的房贷本息，再减掉210块地震火险的月摊抵费用，大概是16563，所以学长如果这样存股的每月现金流应该会是16500左右。
那这个会随着每月股利配发而变动，不会是一个固定值。最后一题哦，由于我已经有另外500万的定存，因此即便银行要求30年期的本金摊还，每月应还本金约是500万除以30除以12个月，等于13888元。那结论是，即使没有先备定存500万，30年期的本金加利息也不过13888加9583，等于23471，比我这个00900每月领到的股利36800还低，因此应该是相对 OK。那因为房贷是本息摊还了，已经在第3题跟学长报告过。那学长有额外的500万定存哦，这500万的定存可以当作是你去申贷500万房贷存股的定心丸。以学长这样的条件去申贷500万，试着进行房贷去存股，相对其他没有500万定存的投资人，绝对是更安全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啊，如果觉得我们分享的内容有收获还不错，就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是我们频道持续经营的动力。未完待续，我们下期见。